就你写的那篇关于批判环际航空价值观的文章啊，不痛不痒，你还把它当成是个宝贝，可真把我给急死了。是吗？那我今天倒是要虚心的听前辈指教指教了。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请啊。环际航空的问题，如果只停留在价值观的层面上去探讨，就没有任何的意义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最难的是改变一个人的观念，而企业的观念也同样如此。那你的意思是，面对这样的企业，我们只能任由弱势乘客被欺负，然后赔点钱，私了就可以了，是吗？那倒也不是，所有观念的问题都是体制的问题。你改变不了观念，你可以改变体制。之所以环际航空会有价值观的问题，是因为他们国内1半以上的航线都是他的，这已经构成了垄断。现在他又在开发海外市场，等到他的海外业务发展起来，随着垄断的深入，他就更加不会去反思自己的价值观了。垄断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。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了解过。当年环际航空在他们国内收购联众航空的时候，就有声音指出那是垄断，结果也是不了了之了。如果把方向往这边打，应该也不会有很大的效果。那个时候啊，当地经济不景气，政府害怕失业，所以最终同意了他的收购方案。但是现在不一样，现在正是当地的中期选举，最害怕这种政府不作为的事情发生。你现在质疑他垄断，我不信政府不管。我明白了。没想到啊，你也有让我刮目相看的地方。放心吧，我让你刮目相看的地方会越来越多的。这是谁干的呀？漂亮，真解气啊！喂，老周啊，我真是要谢谢你啊，给我推荐了一个不一般的人物。喂，我告诉你，这是媒体的阴谋，你们怎么能这么轻易的就退出亚洲市场呢？对不起，方总，环际航空总部已经决定了放弃收购新罗航空公司，暂时也不会设立亚洲分部，所以宏伟公关和环际航空的合约也就到此为止了。我告诉你，你没有权利代表环际航空跟我终止合同。方总，我是环际航空的法律顾问，我当然有这个资格。你也不用这么生气，因为他们不在亚洲设立分部，失去这个合约的也不仅是你们宏伟公关，也包括我们奥加旅所。所以这也是我就环际航空公司和您的最后一次通话。喂，恭喜你啊！公关和媒体的一次完美的配合，干得漂亮！谢谢考教。
我记得上一次你这么干的时候，应该是彭翔空难吧？什么意思？3年前，你不是也用你手中的笔，帮彭翔公司把空难责任都转嫁给机长身上了？机长确实接受过精神治疗，这个我确认过。你确定吗？你当然不确定。文章曝光以后，机长的中国籍妻子不负舆论重负而自杀身亡，所以你才退出了媒体圈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应该是害怕。我知道你想说，自杀这个事件你多少有点责任，所以你退出沉寂几年。现在你以为时间过去了，你就可以重新出山了，对吗？这个是我个人的事情，与你无关。你是个聪明人，为什么不仔细想一想？彭翔航空这么大的公司，你临终说怎么就这么轻易的能拿到合同？还不是因为彭翔航空觉得你听话。恭喜你，给高峰找到了一个好客户。这只是你的推断。对，没错。谁让彭翔航空空难的那个黑匣子还没有被找到呢？我要是你，余生的每一天都要好好祈祷，祈祷那个黑匣子永远长眠于深海，永远不被人找到。那么这样，你就不会成为杀人凶手。当然，作为你的老同学，我也会为你一起祈祷的。祝你好运。林先生，我不是精神病，我不是自杀的。顾他没有精神病。我不会带着几百条人命自杀，我还有妻子。他是被冤枉的。还有儿子，好想他。他没有杀人，他没有杀人。还有儿子。不急，我们慢一点。我跟你说，你看前面人挺多的啊，来，我给整理一下啊，整理一下。好，咱们走啊。
喂，您好，您是找许文文吗？他人呢？许文被解聘了。那他人现在在哪儿？不知道，他把办公手机还回来，其他什么都没说。进来。方老师您好，我没有打扰您吧？你是吴芳？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这是我妈妈给我寄来的蜂蜜，现在天气有点太干了，我给您送来了一瓶。啊，谢谢你啊。怎么样，在这儿工作还适应吗？挺好的，同事和领导对我都特别好。那就好。还有其他的事吗？方老师，我能时常过来和您说说话吗？你都不知道，能跟自己偶像一起工作，对于我来说是最幸福的事情。这样吧，以后只要是工作方面的事情，有什么你不懂或者不知道的，可以随时来问我，好吗？好，请进。你来这干嘛？方老师，那我先出去了。找我什么事儿？刚刚在季格那儿打听到，环际航空退出中国的事儿是季格公关搞的鬼。你别告诉我是因为咱们俩分手，你才借酒消愁的。你找我什么事儿？和你算算环际航空的账。环际航空是被 PCN 的记者搞下去的，跟我没关系。和你没关系吗？中国妈妈的视频是谁发给 BCN 的？应该也不是什么秘密了吧？其实我倒不 care 这个，我只不过是从这个事情当中发现了一个以前没看到过的你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哦，你是想我给你一个台阶下，求你回来是不是？哎呦，对不起啊，我这个人真的从来不干这种死乞白赖的事儿，除非某人自己愿意回来。除非某人值得我回来。你这个人做男朋友真的蛮差劲的，但是做对手还不错。
希望以后有机会还能和你多交手。少喝点儿。哎，让！来，让一下。所有发生的这一切，都是季阁新上任的副总林钟硕所为。他是想报复环际航空转签到我们这儿吗？自己留不住客户，还想报复我们？我们必须反击，给他们看看。商场如战场，本来就是无情。只有我们自己强大起来，才是对季阁最好的反击。可是他们这么做也太过分了。这件事已经过去了，就不要提了。我们的目标是要把自己的公司做大做强，而不是一味的报复。单纯的报复只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狭隘。我们都是成年人了，做事儿心中要有格局观，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啊。巴西的沃林公司要在中国成立新公司，并且招标公关公司。你看一下，这是他们的资料。做通信设备的，想抢龙泉的市场，可有点难啊。所以我们的方案要比普通的公关公司要特别一些，一定要出其不意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回去想一想。辛苦了，老板最辛苦。你原来是在龙泉工作啊？龙泉是家大公司，福利很好啊，为什么要想换工作呢？我在龙泉做了10几年了，想换个工作环境。那你想换个什么样的工作呢？你看我现在这个年龄吧，也不适合从基层做起，我还是想换一个管理岗位。我们呢是创业公司，没有纯粹的管理岗，每个人呢都要负责好几摊事儿。恕我直言啊，像龙泉这种大公司呢，早就是流水化作业，每个人呢只需要负责一小块工作，所以我担心你无法胜任我们的工作强度啊。那要不就换个技术岗位吧，我也可以接受的。技术岗呢，我们的薪资无法满足你，只有你原来的1/3啊。其实做什么工作我都无所谓的，但是这个薪资我没办法再降了。你看，我有2套房子还要还贷款，还有老婆孩子还要养活。我们不是根据你的需求来定薪资的。90后的小孩也能做你的工作，不仅成本低，还更灵活。这样啊，我给你一个建议，你就别换工作了。除了像龙泉这种公司呢，哪里都满足不了你。
我找你半天了，你怎么坐在这儿啊？啊，他怎么就肝癌晚期了？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早上刘哥出门还好好的，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？哎呀，我托人问了公司了，刘格3个月前就离职了，所以医保也断了。离职？啊？他没跟我说他不在龙泉干了呀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，我跟你说，你先别着急哭啊，谈上事儿咱们总得想办法吧。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以前家里都是刘格拿主意，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不是，咱们现在把医药费交了呀，啊，那家里钱在哪儿？你总知道吧？家里没钱了呀。年初贷款房子，抵押了一套房子，又买了一套房子，2套房子都要还贷款，现在家里哪有钱交医药费呀？那就龙泉处，他们肯定知道刘哥有病，故意辞退，这笔钱必须龙泉处。霍总，龙泉的刘总正在会议室等你呢。哦，你先别着急，目前看来啊，刘总，哟，哎呀，霍总，你可算是到了。今天早上，小宋告诉我，说有人发微博说我们是非法解聘员工，所以我马上就赶过来了。现在舆情监控是什么情况？很奇怪，网友现在虽然还有部分的回应，但是发微博的人却还没有继续在跟进，所以热度还并不是很高。刘总，在解雇这个员工的经过是怎么样的？这名员工呢，是我们工程服务部门的一名工程师，由于他连续2年公司的业绩考核他都不合格，所以公司决定是要和他解约。但是我们敢保证啊，我们在解约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这名员工是患癌的，所以他的家属说我们是恶意解约，我们真的是太冤枉了。你确定公司在解约之前不知道这个员工患癌？我100%的肯定。那责任就不在你们，准备发个声明澄清真相就好。另外赶紧联系到这个员工的家属，该有的人道补偿还是要有的。啊，好，那我马上跟公司汇报。顺便我多叫几个人过来。成立一个小组，今天专门处理龙泉这个事情，半个小时之后人到齐。好。霍总，这次的事情虽然不大，但是也属于危机公关的范围了。您看要不要让危机公关团队也参与进来？不用，也不用每起事件都转到危机公关部门。好。今天是不是也放假呀？这等着回家呢。可我们总放假，其他部门看到会不会影响不好啊？哎，你不要怕，出了事情，林总在扛，对不对？林总好。吓唬谁呢？杨子平，你进来一下。哎，林总，卡住了。龙泉公司辞退患癌员工的话题在网上持续发酵，网友一边倒地站在患癌员工那边，因为他有孩子，他妻子是家庭主妇，同时还背负房贷。他这一下子突然垮了，这个家就完了。可是我们到现在为止，都还没有联系上刘哥和他家属，这个钱根本就给不出去啊！霍总，我们可不可以先发个声明，先把我们自己撇清？没有实质行动的撇清，公众是不会买账的。再等等，我已经联系了医院那边的朋友，看钱能不能直接给到医院那边。听说龙泉有事情发生，需要帮忙吗？谢谢，不过这件事我们已经有解决方法了。那就好，需要帮忙说一声。喂，好，
医院那边已经把治疗费用给收下了。好，赶紧发声明澄清真相。第一，龙泉公司在员工离职时，并不清楚患癌的情况。以人为本，风雨同舟。哼哼。林总，这是您要的报告。这龙泉的事儿不都已经解决了吗？您还要龙泉的危机管理报告干什么？越是以为处理好了，才越危险。哦。你把夏沫叫进来。夏沫，进来一下。哦。林总，你待会去趟第3医院，找一下龙泉那个患癌的员工和他的家属，看他们现在什么情况，还有什么需求没有。哦，好。姐，你看，人家3口人其乐融融的，把咱们俩撂在这儿，等着咱们自己提离职呢吗？这么多话，反正我是不走，我就不相信这种人没有把戏唱完的那天。喂，冰冰，怎么了？季雅姐，告诉你个事儿，媒介部的总监刚才过来提交了离职报告，还有2个月的工作交接期。你要是还惦记总监这个位置，可要快点行动啊！啊，知道了，谢谢啊。哟，霍总啊，真是得恭喜你啊！不到24小时，漂亮的解决了一次危机公关事件。这没什么，我们内部把事情做好，这也是减少你的负担。是，真是应该谢谢霍总啊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刘哥在哪个病房？已经过了探视时间了，明天再来吧。崔大夫，谢谢。崔大夫，刘哥不行了。走。很高兴认识你。幸会。现在国内移动互联网市场发展越来越快，我可不想放过这次机会。不好意思。好，没事。现在我求求你，让阿飞回到我身边吧。你别这样，先起来吧。你今天不答应我，我是不会起来的。起来吧你！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，你的一切我们都不要，我的一切也都可以给你，只要你把阿飞还给我。什么？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你把阿飞还给我，我求求你。
小莫，刘哥的死我知道，他妻子的情绪怎么样？情绪很激动，还有点意外情况。什么情况？林总，晚上好啊！咱们果然又交手了。我现在是刘格的遗孀杜淼的代理人，准备就龙钱非法解雇员工一事提起诉讼，既是要龙钱还刘格和他遗孀一个公道，也是为了弥补我丢失环际航空客户的损失。刘哥去世的话题，现在网络热度排第一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医院那边把钱又给退回来了。聪明，医院不想把舆论压力拉到自己身上。霍总，那我们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哟，开会呢？我手机落公司了，看这亮着灯就过来搂一眼。你们先忙啊。哎，林总，请稍等一下，能不能请你帮我们一个忙？帮什么？这位是我们季格的林总，专门负责处理客户的危机公关事件。哦，哎，你好。你好。早知道有这个部门的话，就应该早点请你出马。林总，拜托，一定得帮我。哦，哎，这没个凳子吗？哦，来，请坐。这原来的危机公关策略呀，出现了重大的失误。哎，你们俩坐呀。哦。我们在不知道对手到底是什么状况的时候，就用高高在上的态度发布了公告，就像是要急于撇清责任。现在就只能等着被打脸。那没事儿，我已经派人去医院联系了病人的家属，现在先要摸清楚家属的态度，然后再做下一步的行动。林总，还是您想的周到。那接下来的事情就拜托您了。哎呀，这个事情啊，光靠我们是解决不了的。中年失业这种跟社会痛点相关的危机，企业的态度呢，不能只是针对出事的个体，需要让所有这些感同身受的人吃一颗定心丸。那这件事情呢，受影响最重的就是龙钱的在职员工，所以明天一早我得去趟龙钱公司拜访一下你们华总。这个能不能不惊动华总啊？因为华总他很忙，他不想被这样的事情所打扰。这种死人级别的危机公关，没有老板不出面的，除非你们老板是傻子。那好吧。哎呀，这么早起来啦？不多睡会儿啊？昨天晚上睡那么晚，今天怎么起这么早啊？说呢你，孩子呢？孩子怎么了？你别闹，一会儿医看去。哎，姨，下楼吃饭，要不然迟到了。
龙泉公司非法解聘患癌员工的事件又出现了最新进展。被解聘的员工刘格已于昨晚病逝，刘格的遗孀杜淼已经聘请律师，将正式起诉龙泉公司。林总，林总，昨天夜里，刘格爱人杜淼在网上晒出了刘格的考勤表，说刘格是因为常年加班才导致身体有问题的。杜淼反应没这么快，肯定是原位，又让他抢先了。你现在去龙泉的人事部，把刘葛的所有档案都抠下来，我去见他们老总。好。林总，你可算是来了。我们老板现在正在接受采访呢。什么？哪儿的记者？财和网。在这个时候，不跟我们通气，是绝对不能接受任何采访。这个我知道，可是华总他想怎么做，我哪拦得住啊？这么近。龙泉公司去年的营业额增长了100%，但是利润却只增长了25%。外界普遍认为，我已经劝过华总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千万不要接受任何采访。华总，您这样认为？可华总根本就不听。我们辞退的不是因为生病的员工，我们辞退的是工作不努力的员工。我们龙泉是不养闲人的。那所以说，对于那些身体得了病、没有价值的老员工，龙泉就会将他们扫地出门喽？我刚刚不是已经说了，我们不养闲人，我们辞退的不是因为生病的员工，我们辞退的是工作不努力的员工。我们龙泉不是慈善机构。您不觉得您刚才这番话有点自相矛盾吗？你不觉得你刚才的提问有点不礼貌吗？不好意思，时间到了，今天先到这儿吧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华总接受我们的采访。这边请。静雅，给我拦住财和网对龙泉公司老板的采访。林总，请。华总，这是季格公关负责危机公关的副总林钟硕，林总。我只有5分钟的时间。本来5分钟是够的，但是听了您刚才的采访，恐怕一整天都解决不了龙泉的问题。危机公关，这名字有点虚张声势啊！啊，没错，公关是舶来品，不像华总您是做民族实业的。看来你对我们公司很了解呀。那我就实话实说了，我不否认你们有用，但是我们龙泉公司不需要，因为我们的产品不是面向社会大众的，我们不是上市公司，我们没有那么多需要负责的股东，所以，我们龙泉不需要危机公关。那既然如此，您为什么还要成立公关部呢？这1年下来，公关的代理费也不低呀。嘿嘿，我们龙泉的公关部就是一个摆设，养了一群只会花钱不赚钱的人，我对他们是早就有看法。华总这么轻视公关的作用，是没有看到网上对于龙泉开除刘葛的这个评论吧？对不起，我从来不看网上怎么评价我们公司的。网上是一帮什么人？一帮没事闲着找事儿的人。我干嘛要看他们对我们公司怎么评价呀？进来。华总，这是出版社那边给您传记起的名字，一共有3个待选名字，请您看看哪个更合适。在绝望中寻找，不甘平凡，永不放弃，俗不可耐。我跟那些沽名钓誉的人有什么区别？让出版社再改个名字。好。华总，您的脾气跟我想象中一模一样。我也知道，我今天很难说服您。既然是这样，那我就直说了，赔钱、认错，门儿都没有。
我们龙泉不养闲人，这在任何一家公司都是没错的。时间差不多了吧？